丽江花园呢，就处于南浦岛的岛尖上啊，醉心湖的会所，像一个恬静的小公园，清水的平台，碧绿的湖水啊。嗨，大家好，我是好久没有来到这里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呢？我一骑到这个路上，大家就应该认识的人就会知道。没错，前面那个桥呢，上面有几个字，写着“丽江花园桥”。过了这个桥呢，就是番禺当年的一个有名的屋村，叫丽江花园。它坐落在南浦岛上，和这个洛西岛之间呢，有一个三支乡水道。这个丽江花园呢，就处于这么一个南浦岛的岛尖上啊。今天呢，我就刚好啊，趁着我太太出来办事，我呢就让他载了我一段，把我送到了这个丽江花园。这个桥的两侧呢都是水道，就是三支乡水道啊。丽江花园呢，应该是1989年洛西大桥建成之后啊，比较早的在这个南浦岛上建的一个楼盘。大概呢是1992年开始兴建，到现在呢也是历经了30年了，整整30年了啊！当年呢，作为广州的一个文化大盘，吸引了众多的文艺界的人士啊，还有呢那些追求一些文化气息的这些人士呢，在这边居住。下了桥以后呢，对面就可以看到丽江花园这几个字。这边呢有个粤海，就是它的发展商。这边呢是它的一个以前的售楼部。现在我骑行的这条街道啊，应该就是丽江花园那条主街了。这边呢有我们熟悉的中国银行，右手边呢是最早起的叫励志楼，下面呢是一个商业街啊，全部呢是以这种骑楼的形式相互连成一片。左手边呢是醉心湖边上一个会所，就叫醉心湖会所。
现在呢，我就顺着这个主要的一条街道骑行一圈。每次来呢都是开车来今天也是第一回在丽江花园里面呢骑车逛一下。从这个林荫大道呢望向中间的这个绿地就算是一个大公园这边呢有一个湖，虽然并不是很大，它叫醉心湖，起了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这边的小区呢就是华林居我刚刚进那个丽江花园大门的时候呢，就看到这里贴了不少的这些售卖车位的广告看来呢，这边也是要把一些原本是大家可以用来公共停车的一些车位呢，现在都要拿出来变成了私人的车位我不清楚这些车位是不是像这个停车场里头的车位，还是楼底下的某种车位骑到这边呢，就是丽江花园里面一个比较僻静也是比较密度低的一个社区，叫棕榈滩。在丽江里面呢，也是有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房子。棕榈滩的这些联排的别墅有一边呢是清水它是面向这个三支乡水道的。以前也曾经到里面去参观过，还是比较整齐的这些联排的算别墅吧，有自己的前后小院，2层半或者说3层的一个房子，大概200多平方米。左侧的这栋楼呢，就是号称渔人码头的这么一座商业楼宇。里边呢，除了有超市餐馆等等呢，在顶楼上应该还有一个电影院，以及其他的一些服务类型的设施，是以前在村内的这些村民们主要的消费场所。到了这边呢，就是刚刚我说的棕榈滩面水的那些房子了。左手边呢，已经是林木森森这样的一片绿地，外面呢就是三支乡水道。丽江花园呢，我以前有好多的朋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我病人的这个群体都曾在这边居住过也包括在下我自己。当年呢，这边还留下我2个孩子还比较年幼的时候的很多的欢笑声。
这边呢虽然还可以继续往前走一段，但是相信呢就是到人家的小区里面去了。我们就在这边呢拐弯看看能不能到江边去做一个骑行。骑行在这一条稍微有些崎岖不平的江边的这个小路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三支乡水道吧。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还是南浦岛上，应该就是一个岛尖上，这边呢河道纵横江边呢看上去还是一片非常清闲的地方非常的安静。只是这边呢起了一些小平台我这个车呢时不时就是要下来推一把。在这么一个屋村里面在江边随意的骑一骑，好像有一种在那些乡野，在那些河冲边骑行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因为确实呢也没什么人。这边呢就有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清水的平台，正对着前方的这个桥呢，就是星光路上的一座桥。原本这个河边呢，还是有一些装饰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物，我们可以在这边呢看一看现在这边呢就叫南浦岛，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在这边。这个呢就是尖尖的，这个呢就是三支乡的水道，对面这座桥叫大石大桥总之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建筑物那么现在的话呢，这边也有了一个地铁站，南浦站。现在正对着呢，就是渔人码头的这一个商业中心。右手边的这些房子就是叫左岸的一个小区。左手边比较矮的，掩隐在树丛当中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的棕榈滩的联排别墅。这边呢，就是靠着江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呢就继续顺着这个江岸再往前骑行一段。
所以这边呢，应该是算得上一个就地重游啊。除了刚刚跟大家聊过的一些小孩曾经在这边度过的这几年的他们儿时的时光，也是我们很快乐的一段时光之外呢，当年的丽江花园给我们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文化社区，而且呢，它地处一个岛尖上，在这个岛尖上呢，形成了一个三面环水的这么一个独特的区域，所以一般呢，外面的人呢也很难进到里面，相对治安环境呢会比较好。更重要的呢是有一些住户，应该说相当人数呢，都是希望远离尘嚣，尽可能呢回到家里头有一个宁静的环境的这么一批人居住选择的地方。当然，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虽然是应该也算是一个国企吧，但是呢，毕竟它应该是在香港上市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呢，当年的这个开发也吸引了一批香港的居民在这边呢买楼，带来了一些跟当地文化也是稍微不同的一些港台的文化，那么使得这边的话呢，就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丽江花园，我们也不清楚它目前的一个状况是如何。但是呢，我们以前在这边一起居住的，或者说我的曾经在这边居住过的朋友呢，现在应该是搬得几乎是一个都不剩了。所以对于目前来讲它是什么一个状况呢？我们也不方便来发表我们自己的看法。仅仅呢到此一游来看看这边的风景，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一些回味，大概也就如此而已。现在眼前看到的呢，这条红色的桥呢，就是刚刚我们骑行进来的丽江花园桥。虽然看得出这些绿地这些草坪、这些绿植呢，好像疏于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已经长大的这些树木，还有就是到处都是的绿植呢，还是可以看到当年在规划这么一个社区的时候呢，还是留出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绿地这边不管怎么说已经跟前一次来，我都忘了什么时候以前来的时候呢，感觉当时那个巨大的排污工程呢，
应该已经完成了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地方啊，都是一片工地。同样的啊，这个江岸的这些树荫底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居民在那边打牌、捉棋，各种休闲。当然也是有我们一直看得到的这种啊，竖着很多鱼竿钓鱼的这些情景。可能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下午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啊，那些集体舞、广场舞、唱歌跳舞的人呢，好像都还没有出来。从这些啊路面上已经破碎的这些砖块啊，看来这个地方也是有点年久失修的感觉。这边呢，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丽江花园的一个轮渡码头啊。据说从这边呢，当时可以搭船直接去到白天鹅。现在这个码头里面呢，都是搓麻将的人啊。现在我骑行的这一段江岸呢，我以前也来的比较少，因为左手的那个楼盘呢是丽江收购来的，后来呢就在它的边上的空地上建了一个新的小区啊。这边呢就已经到了丽江花园的边界了啊。这边呢也盖了一些高楼了。这些起起伏伏的地砖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大榕树啊太发达的根系。
特地在这个励志楼的骑楼啊，这个商业街上呢骑一骑。一个是这边没有太阳，另外一个呢也看看这边还有些什么样的店开着。还是有很多的小商店啊，开着各种各样的店铺。基本上这些店铺呢，可以解决居民的最起码95%以上的这些生活所需。好，我们从那个励志楼下面的商业街拐出来呢，面对的就是醉心湖的会所。因为是骑着车呢，我们也不方便到里面去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围着这个小湖啊走一圈。哦，这边还开了一个肯德基了啊。以前这边呢就是一个餐馆啊，也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地方。这边呢，我还是推行一下，在这个木栈道上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个醉心湖湖边的这些大树啊。都已经长大了，那些清水的平台、碧绿的湖水啊，我看河里头有很多的小鱼，当然也有一些大的锦鲤这样的鱼啊。刚才看到有鸳鸯。这边有一个圆形的清水平台啊，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观望一下湖景。整个湖的面积呢并不很大啊，比起起伏湖来讲的话要小很多，但是呢好像设计的也很不错，也有很多大家这边休闲的长椅啊，
看到前面有一对鸳鸯啊。这个矮一点的这个楼呢，就是励志楼。像一个恬静的小公园，这种感觉还是不错啊。这边呢有不少的这些大树啊，它的那些树根呢都在河里面，应该是一种杉树吧。所以现在建的这些小社区啊，都是有这些让自己的居民呢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这样的感觉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呀。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看这个醉心湖啊，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好，我在这边停个车，喝点水。以前我们在这边住的时候呢，很多年以前了啊，还没有后面的那些高楼，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丽江花园密度比较低，而且呢，整个呢这些楼啊，像从这些楼呢，很多房间都是可以观湖的。更早一些的时候呢，这边还有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一个练习场，再加上呢中间有一些大的泳池啊、网球场啊、其他的一些体育设施啊，所以呢整个文化气息啊，还有呢这种很时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在这边呢得以体现。时光在流逝，时代在变化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我们这些曾经在这边居住过的老居民啊，为什么最终还是离他而去呢？肯定也是因为有我们自己啊更多的这些居住方面这些需要，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更大的空间等等这些理由吧。同时呢，也是因为啊，我们很多的这些朋友都离开了这个丽江花园这个小区，当年啊曾经首屈一指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呢，肯定也是大家都有
各不相同的理由，也有比较一致的一些原因吧。在这个老的售楼中心边上呢，现在是一个公交站啊。当然，这个公交站早就有了，最早呢也跟祈福新村一样啊，都是由他这个发展商自己经营的楼巴。但是呢，很早啊就变成了这些公交了。虽然说这些村巴啊，某一天肯定是要移行给这些公交的系统的，但是呢，它跟这些村民啊，他们的需求，还有这种感情上来讲的话呢，是有一些相悖的。所以每一次啊引入这些公交，都会使得呢这些居民呢感到失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也是为了自身的这个利益啊，不断的在改变一些当年曾经承诺过或者规划过的一些事情，慢慢的就使得这个小区啊，就失去了以前的一些特色啊，变得日渐平庸。再加上呢，事实的变化，比方说以前没有规划那么多的停车位啊，使得后来呢，很多的这些小马路上啊，基本上水泄不通。到了晚上呢，车位是一位难求，等等这些因素呢，也会使得结果呢，被很多的居民所嫌弃。我们只能说啊，为这样的一个当年的名盘吧，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屋村，没有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特色，最后呢向低端妥协，最后呢就变成啊，很多人要在广州落脚，市区里没有能力负担。那么最近广州市区的南浦岛这么一个地方呢，就成了大家的某种首选。这边呢，我们已经要出丽江花园另外一个门了。那我们丽江花园今天的骑行呢，就告一段落，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再见。